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清纯白裙美出圈，网友高呼这才是初恋天花板。赵丽颖颠覆形象，玩转纯欲风，纯白吊带配超短裤居家照刷屏，慵懒眼神与甜笑碰撞出致命反差，网友直呼纯欲天花板开大了。35岁的她完美诠释，真正的纯欲是岁月沉淀后的天真与游刃有余。赵丽颖纯欲风炸街，白吊带加超短裤，谁叫她的？这谁顶得住啊？我的天，赵丽颖这次真的杀疯了！你敢信？那个在红毯上气场2.8米，剧里 slay 全场的大女主赵丽颖，居然悄悄玩起了纯欲风。一组白到晃眼的吊带配超短裤居家照突然刷屏，看得人直接愣住，这真是咱认识的那个颖宝，不是爱换脸吧？感叹号！先来看看这套绝杀装备，纯白系吊带小背心，2根带子细的有，感觉手指一勾就能散架，偏偏就卡在锁骨和香肩最撩人的位置。下头配的同款白色超短裤，短到大腿根那种，一丁点儿杂色都没有，浑身白得像刚剥壳的荔枝肉。光脚丫子套了双堆堆袜，松松垮垮堆在脚踝上，衬得小腿又细又直。她顶着个乱糟糟的丸子头，几缕碎发粘在汗津津的脖子上，整个人陷在雪白的被褥堆里。那眼神迷迷蒙蒙的，活脱脱就是周末睡到日上三竿，被阳光晒醒的懒猫模样。说真的，这套路数太狠了。想想平常的赵丽颖啥样，走夹那红毯时，金色亮片裙配大红唇，眼神扫过来能把地板钉穿个洞。拍风吹半夏演女老板，西装套装配恨天高，走路带风的气场，隔着屏幕都能把人掀翻。哪怕上综艺穿个 T 恤牛仔裤，那也是站得笔直，笑容标准的女王范儿。结果这回呢，趴在大白床上拖着腮帮子，笑得现牙不现眼，睫毛颤微微垂着，卧蚕鼓得像小面包。有张照片她歪着头盯镜头，手指头无意识绕着头发丝，哪像35加的顶流女明星，根本就是邻居家刚高考完的妹妹。反差感大到网友狂刷弹幕，赵姐皮下换人了吧？最要命的是那种郁郁害羞的劲儿，白吊带要露不露的挂着，随着她托腮的动作崩出锁骨凹陷的阴影。超短裤边沿卡在大腿根最饱满的弧线上，堆堆袜顶端的蕾丝花边恰巧蹭着小腿肚，可她偏偏不做作，要么抱着枕头咧嘴傻乐，要么光脚丫子翘在半空晃悠。干干净净的白床，单白墙壁，衬得整个人像泡在牛奶里的草莓，纯得让人想戳酒窝，欲的又让人耳根发烫。难怪网友嚎叫，纯欲天花板开大了，这谁叫他的啊？不过这套图有点玄乎，翻遍赵丽颖工作室官微和 ins， 压根找不着原图，连资深站姐都在超话里发懵，哪家神仙漏的饭？有人拿着照片放大800倍研究，光影自然的不像后期，鼻尖沁的薄汗粒粒分明，连脚踝被袜子勒出的红印都透着真实感。可再细看，全身白到反光却找不到阴影死角，丸子头乱中有序到像造型师抓了半小时。他招牌月牙眼，弯起来的弧度都和10年前拍姗姗来了时一模一样。于是评论区吵翻了天，绝对是爱。正常人穿纯白坐白床拍照早曝光过度了。双引号，呸！爱能捏出锁骨窝底下的那颗小痣，能复刻他右嘴角笑起来的微妙不对称。双引号，管他真假，赵丽颖的脸加纯欲风就是王炸好吗？吵归吵，所有人倒是达成共识，这女人太懂怎么拿捏纯欲了，根本不需要黑丝高跟鞋，也不用深 V 开叉裙，2条细带子加块巴掌大的布料，配着她那副刚睡醒啥都不知道的表情，杀伤力直接爆表。尤其她咧嘴笑开的瞬间，眼睛弯成2瓣小月亮，卧蚕鼓鼓的堆在眼下，牙齿白的晃眼，
右嘴角比左边翘高0.5毫米，脸颊肉被手掌挤得嘟起来，看得人突然想起那句歌词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双引号，20岁演傻白甜时这么笑，叫天真可爱；30岁拿事后时这么笑，叫不忘初心。到了35岁还敢穿着吊带袜在床上滚来滚去这么笑，纯的是他10几年不变的甜妹底色，玉的是岁月沉淀出的游刃有余。这套路数简直犯规，你说怪不怪？现在满大街都是纯欲风，吊带裙纯欲，女仆装纯欲，连运动 bra 配瑜伽裤都敢叫纯欲。看多了只觉得满屏硬凹的油腻，反倒是赵丽颖这套全白造型，没画野生眉，也没涂玻璃唇釉，碎发毛躁躁的扎在丸子头四周，盘腿坐的时候超短裤绷出大腿的肉感，脚后跟还蹭了点灰，可偏偏让人想起小时候暑假的早晨，风扇吱呀呀转着，窗外蝉鸣震耳欲聋，刚睡醒的姑娘套着宽大的旧 T 恤，光脚跑过滚烫的水泥地，手里攥着5毛钱去买冰棍，那种冒着热乎气的活生生的甜，或许这才是纯欲的终极解法。与其拼命扮嫩，不如坦荡做回小女孩。毕竟谁能拒绝一个穿着男友风白 T 恤晃荡的顶流女神呢？赵丽颖再次用她的穿搭和气质证明什么叫真正的初恋天花板。在这一次的公开亮相中，她选择了一袭白色简约风连衣裙，没有过多的装饰，没有华丽的珠宝点缀，甚至妆容也走的是清淡自然的路线，但偏偏就是这样的素净，成为全场最亮眼的存在。纯净的白裙与她一贯带有灵气的眼神完美呼应，让人仿佛看到了一部青春电影中那位干净、温柔又有点倔强的女主角，穿越荧幕，真实的站在我们眼前。在娱乐圈中，美人如云，但清纯这个词却并不是谁都能轻松驾驭的。清纯并不等同于少女感，也不是盲目装嫩，它需要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干净气息，这种气息无法伪装，也无法靠滤镜或精修去营造。赵丽颖身上的这种气质，恰恰是她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不喧不闹，始终安静努力所积淀下来的底色。她的白裙不只是穿在身上，更像是从她心里开出的一朵白莲花，温柔不争，却能一眼抓住所有人的注意。在这场造型引发的热议中，网友的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美疯了仙气炸裂，她就是我的初恋脸原型。甚至有人留言说，当年姗姗来了的赵丽颖是多少人的入坑点，现在10年过去了，她还是那个最干净的女演员。这不是一种刻意营造的怀旧滤镜，而是大家真情实感的在这身白裙中看到了赵丽颖身上难得的纯粹感，那种没有被浮躁污染的从容气质。这一次的造型选择也再次印证了赵丽颖对时尚的理解在不断提升。早年的她在红毯或者公开活动上常常因为服装搭配被诟病不会穿不够高级，但如今的她已经能够精准把握住自己气质与角色间的平衡，不靠艳丽取胜，也不追逐潮流盲目模仿，而是找准属于自己的路线，把最简单的白裙穿出最极致的清纯感，穿出一种依附为人服务的美学态度。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赵丽颖这些年来的时尚进化史，会发现她从来不是一夜之间惊艳众人的女明星，她不是凭借一部作品爆红，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的天命之女，她的每一步走的都很实在，很努力。她从圆脸小丫鬟一路走来，到如今的大女主，从不依赖炒作，不靠恋情博流量，靠的就是作品、口碑，以及她对生活始终如一的热爱。这种稳扎稳打的节奏，不但没有限制她的发展，反而在越来越浮躁的内娱中，让她成为了一种安全感的象征。这次白裙造型爆火，也不仅仅是一次外表上的惊艳，更像是一种集体情感的共鸣。当网友们刷屏这才是初恋脸时，说的其实不仅是赵丽颖的长相，而是一种情绪的唤醒，
那种最初见他时心头一震的悸动，那种他在花千骨楚乔船中执着前行，一次次破茧成蝶的坚韧。赵丽颖的清纯感，并不是只停留在早年的银幕形象，而是她至今都保持着的一份简单与专注。这种质感，在当下这个以热度为先、以话题为王的娱乐环境中，尤其显得珍贵。或许正是因为赵丽颖始终在做自己，所以她的每一次亮相，才总能收获如此高的情绪认同。她没有刻意迎合市场热点，也不追逐短期话题，而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塑造角色、打磨演技、提升自我审美上。这样的她，才是真正让人钦佩的初恋天花板。不仅是外形的美，更是气质的独立，是内心的清澈，是性格的坚韧。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靠可爱讨喜的小白花，她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有了自己的审美语言，更有了自信的光芒。而这种变化，并没有带走她最初的那份清纯，反而让她的气质更添几分沉静和通透。白裙之下，是沉淀后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女性从容面对时代的姿态。在当下白幼瘦滤镜脸横行的时代，赵丽颖用一次简单的穿搭告诉我们，不必强装成熟，也无需回避纯真，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外在的装，而是内心的真。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每一位观众，保持纯粹不是退让，而是一种选择。拒绝喧嚣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底气。对喜爱她的观众来说，这次白裙出圈，不仅仅是又一次赵丽颖太美了的感叹，更是一种莫名的安心。你知道，在这个随时可能塌房的娱乐圈里，赵丽颖始终如一，还是那个值得托付目光与情感的女主角。她没有背叛你对她的期待，也没有在爆红之后变得世俗，她依旧干净、坚韧、优雅而有力量。希望未来的她依然可以穿着她喜欢的衣服，饰演她认同的角色，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愿意继续支持她，陪她经历更多高光时刻，也包容她可能的短暂低谷。毕竟，一个真正值得欣赏的演员，不是靠永远的高热度来维持，而是靠岁月沉淀的真实与信念，才能走得更远。所以，请继续相信赵丽颖，也继续相信那些安静努力的人。他们或许不会在喧嚣中取胜，但终究会用实力在时间里站稳属于自己的那一席之地。赵丽颖就是最好的例子。被笑啥也无所谓。王一博用沉默打脸，谁懂他的坚持多难？王一博用沉默对抗娱乐圈的喧嚣，不屑炒作与套路，坚持公益与纯粹。他的傻是逆流而上的勇气，是历经风暴后的坚不可摧。粉丝们以热血守护这份真实，在复杂江湖中捍卫简单信念。岁月如刀，锻造一个人究竟能坚韧多少？王一博这名字早已不是单纯的流量代名词，而像一块被生活狠狠敲打过的铁，璀璨且沉重。有人说他傻，傻得不惜一切风口浪尖；也有人嘲讽他不懂娱乐，瞧不起那纷繁复杂的套路和江湖。但他偏偏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全世界，我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你看，娱乐圈这场戏，搅局多，套路更深，水军铺天盖地，舆论风向转得比风还快。别看王一博表面不郁，他的沉默却胜千言。那些所谓的买热度、砸钱雇水军的花招，对他来说不屑一顾。他的钱花在哪？默默给公益，给需要的人，给社会一份温暖的回应。他的世界没有肮脏的买卖，只有心怀的坚持和某种让人泪目的纯粹。摩托姐姐们，不少人也许看不懂，觉得他太固执太傻。这几年风风雨雨，他像那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摩托，载着信念，绕着一条条奇险的山路前行。别人忙着撕咬争斗，他却在默默推进，像骑士一样坚信邪不胜正。这套路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累到让无数大腕都甘拜下风。可王一博不改初心，就是因为他知道世界终究会给真诚留门，虽然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等待队。
说到这儿，谁还敢大声说他傻？坏人朝他傻，是因为一招一式都看不透。所谓好人朝他傻，却往往忘了认真看看他背后那股鲜活的力量。水军营造出来的虚假潮水，谁能真正站上台面？只会搅得浑水摸鱼。粉丝懂吗？那帮为他不辞辛劳、挥汗如雨的傻子粉丝，才是真正的铁血战士。心疼了也认，累了也扛，因为爱着一个真实的灵魂，而不是虚幻的符号。曾几何时，那些被水军无限放大，借各种帽子胡乱扣给他的冤屈，像阴影一样挥之不去。但他呢？优秀早已牢牢刻在骨里，随便掀开一页过去，谁还敢说他不行？娱乐圈里，坏人往往一开始就登了马，走到了最后才崩溃。好人呢？从一开始就被拉扯，被荆棘包围，最后才见光明。王一博就像那历经神罚的战神，无论多少磨难，都只是新一轮的历练而已。对他来说，逆境从没能阻挡飞升的脚步。人家心态早已在各种坏风暴中打磨过，坚不可摧。他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早就达到了世界巨星的标准，这不是吹，是事实。经历这一把刀火锻炼，他越来越像那条逆流而上的鱼，越是逆风，越能展翅飞翔。那些喜欢阴谋算计、搬弄是非的龟们，要是不识抬举，继续嬉笑怒骂也无妨。王一博早就不在意这些嘴脸，说他经得住吹捧，也经得起谩骂，真金不怕火炼，不是说给粉丝听，是说给看热闹的路人们听。看清楚了，这才是真材实料。更讽刺的是，那些以爱王一博为名，却挂另一名字的人，打着旗号做最坏的事，最后还嘲笑真心粉的纯粹，这种爱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真是莫名其妙的闹剧，仿佛看到了那曲折离奇的荆楚故事，在现代舞台上不断重演。最坏的敌人往往是穿着爱人衣服的魔鬼。王一博和他的摩托姐姐们，用热血和执着打磨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依赖花里胡哨的营销套路，不随波逐流，不会轻易跪的求饶，只用一条生命的力量，为自己和支持他的每一个人挺起胸膛。傻，对，他们傻，但就这份傻劲儿，恰恰是他们最令人敬畏的武器。傻到骨子里的坚持，傻到即使万劫不复也不后退分毫。娱乐圈那么多伪装，多少人笑里藏刀，刀刀见血。王一博和他的一群傻子，用最真切的温度捍卫着简简单单的正义和信念。或许最终的胜利，真的属于那个敢于笑对风暴，傻得不顾一切往前冲的人。谁说傻就是错？在这纷繁复杂的江湖里，傻有傻的风骨，有谁能真正看懂呢？在流量至上的时代，一个公众人物的行为和言语无时无刻不被放大、被评论、被质疑、被拆解。尤其像王一博这样从偶像团体出道，一路横跨舞台、影视、赛车甚至纪录片领域的多栖艺人，更是长期处于聚光灯的高压之下。从陈情令爆红后开始，他的每一个举动都似乎被外界解读为有目的，装高冷、装深沉，哪怕只是面对镜头不说话，也能引来被笑傻的恶意评价。但令人敬佩的是，王一博并没有在网络的喧嚣中迷失方向，他没有选择用愤怒回应质疑，也没有靠蹭热搜来讨好舆论，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继续做自己，默默打磨作品，在自己的节奏中行走。这份沉稳和坚持，是如今娱乐圈中极为稀缺的品质。人们常说沉默是金，但在舆论场里，沉默有时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对抗。王一博在被频繁调侃木头、没反应、不懂综艺感的日子里，并没有被那些标签定义。他依然固执地选择在赛车赛道上拼尽全力，努力进入专业级别。他依然愿意在拍摄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吊威亚、跑动作，哪怕是无数次摔跤受伤。他依然保持低调地参与公益项目，不去炒作，不去炫耀。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不会说话，只是不想用言语回应争议。
他不是情商低，而是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地方，作品和事业上。娱乐圈不缺会说话的人，也不缺能制造热点的话题人物，但真正能让人记住并敬佩的，从来都是那些用作品说话、用实力打动人的人。王一博的坚持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出道10年来从未改变的选择。从早年的街舞少年，到后来的综艺嘉宾、电视剧男主、电影主角，再到如今参与国际纪录片拍摄，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也许有人会说他运气好，起点高，但真正的粉丝都知道，他从来没有靠脸混饭吃的心态。即便资源来了，他也不轻言接戏，每一部作品都斟酌再三，只为呈现最合适的角色和最真实的自己。如今，外界对王一博的讨论早已不仅局限于颜值，而更多的聚焦于他的多面才华和职业态度。他是追风者中冷峻克制又充满情感的魏若来，是长空之王中敢于挑战极限的飞行员，是 Discovery 纪录片中徒步雪山、翻越雨林的探险者，是舞台上肢体精准、爆发力十足的街舞队长，是赛车赛道上沉着冷静、只争毫秒的职业车手。这些角色看似完全不同，但其实都折射出同一个共通点：王一博的拼劲。他不是天赋异禀型的艺人，而是一步一步靠着刻苦和自律，把自己打造成了六边形战士。很多人嘲笑他综艺不笑，不懂得活跃气氛，但恰恰是这种与流量明星人设感截然不同的真实感，反而让他在粉丝心中极具分量。他不迎合，不妥协，不靠人设来博眼球，他只是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哪怕一开始不被理解，也愿意承受所有孤独与误解。这种倔强而坚定的姿态，让人感动，也让人肃然起敬。而当那些质疑和嘲笑渐渐变成掌声与赞誉时，王一博却没有趁机反击，他依旧沉默。他不是不知道如何回应，而是不屑于回应。他更愿意用成绩说话，让时间为他作证。像他这样的人，其实早已跳出了娱乐圈内的浮躁循环，不再为热点话题而生，而是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坚持。他可以一边在片场被导演称赞太敬业，一边在时尚领域拿下3大奢侈品品牌代言，也可以一边在纪录片中全素颜挑战极限生存，一边默默回馈社会做公益。这就是王一博，不用多说，只做实事。或许这世界上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拥有多少掌声，而是在面对冷嘲热讽时，你还能不卑不亢地走自己的路。而王一博用他的经历亲自诠释了这句话。他没有与任何人针锋相对，也没有试图用热搜覆盖争议，但当你回头去看，会发现他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各类权威奖项和优秀作品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他，认可他，钦佩他。曾经被笑傻的他，现在反而成了看得最透的人。作为观众，我们不应被舆论带节奏，也不该用偏见看待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青年。王一博的沉默不是无声，而是一种最有力量的表达。他在用行动告诉我们，坚持初心，做好自己，就能在风雨中挺立不倒。他用一个个角色的沉淀，一场场舞台的爆发，一项项技能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沉默但不平庸。所以，请别再因为他少说话而轻易评价他，因为有些人的沉默早已胜过千言万语。请不要再用一句他只靠粉丝来否定一个默默努力的人，因为这个世界最该被尊重的，不就是那些逆风坚持、不吵不闹却始终闪耀的人吗？王一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轻松，但正是因为不轻松，才更值得我们珍惜和敬佩。最后，想对每一位默默支持王一博的观众说声谢谢，是你们的理解与陪伴，让他的沉默变得有意义，是你们的包容与等待，让他的坚持不再孤独。也请继续相信他，不用争，不用吵，只需静静看着他一步步走上更高的舞台。他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因为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王一博从未高调，
但它的存在就是沉默中的惊雷。愿你我也能在各自的人生中，成为那个不被喧哗扰乱、不惧误解与孤独，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